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，程不识和李广无论在职位上还是在名望上一直并驾齐驱。然而在外派任务的时候，程不识受指车骑将军，李广受指骁骑将军。程不识显然压了李广一头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。最有可能的原因是，在这个时间点上，将军的名号、位阶和同属关系还没有发展成熟。这两位将军等到任务办完，回朝交差，那时候车骑将军的头衔也好，骁骑将军的头衔也好，很可能一样会被撤销。后来随着武皇开边易位移，不断征战四方，各种将军名号越来越多，逐渐成了规模，这才给后世的武职系统确定了基调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车骑将军和骁骑将军终于判然两途，有了明显的高下之别。车骑将军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成为重号将军之一。所谓重号将军，可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名号很重要的将军。武帝时代重号将军里边级别最高的是大将军和骠骑将军，分别担任这两个职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卫青和霍去病。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平齐，并不存在同属关系，这大约由汉武帝分权制衡的考虑。在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下，重号将军还有车骑将军、前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、后将军，这几个都是平级关系，原本很可能只是临时性的职务。前后左右表示着军队的方位，负责打头阵的就叫前将军，负责左翼的就叫左将军，以此类推。这些名称后来沿袭下来，但已经只有职位的意义和行军布阵的方位没关系了。这些将军都是金印紫绶，也就是有黄金官印，用紫色绶带系着，很尊贵。而在车骑将军、前将军这些重号将军手下听差的将军，统称杂号将军。杂号将军的名目繁多，名字一个比一个威风。除了李广这次收封的骁骑将军之外，还有什么横海将军、伏伯将军、虎奋将军、义汉将军、简卫大将军、征齐大将军、虎牙大将军、横野大将军等等等等等等。史料当中各种杂号将军的名目就已经很多了。考古发现两汉年间的竹简、印章、兵器铭文，又有不少史料当中所不见的杂号将军的名目。重号将军的名字反而不如杂号将军听起来响亮。所以到了戏曲评书里边，要想凸显某一名武将的能量和气势，即便他在历史上做过重号将军，民间艺术家也会给他换上杂号将军的头衔。醒目一拍，锣鼓一响，简卫大将军和后将军哪个霸气？显然是前者嘛。回到了资治通鉴，李广和程不识截然不同的治军风格很受司马光的重视。李广自由散漫，行军扎营的时候只看哪里水草丰茂就可以了，然后远远的派出侦察兵，这就是全部的警戒措施了。虽然看上去松松垮垮，但一直倒也安然无恙。程不识的风格刚好相反，军中秩序井然，维护秩序当然会有高昂的成本，即便到了安营扎寨的时候，也总是刁斗声音不断，问书工作通宵达旦。这么一来，将士们当然很难安心休息。看效果的话，多年来倒也和李广的部队一样安然无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简易风格和繁琐风格取得的是同样的效果，为什么非要舍易求难呢？为什么不能把李广的治军经验向全军推广呢？程不识亲口给出了答案，说李广的部下过得都很舒服，所以甘愿为李广效死力，但只要遇到敌人突袭，他们注定会被打得措手不及。而自己带兵虽然谨小慎微，但小心行得万年船，安全性强程不识的这番话说得相当委婉，如果可以直言不讳的话，他应该会说李广纯属运气好，没遇到过敌人的突袭罢了，但运气再好也不可能永远好下去。如果我们这两种治军风格正常持续几十年，李广有9条命都不够用。那么新的问题来了，李广和程不识带兵打仗都不是1年2年了，按说以这个时间尺度，李广没道理连一次突袭都没有遇到过，会不会程不识有哪里没说对呢？资治通鉴给出了答案，很简单，只因为匈奴人害怕李广，
总是躲着他走。反正不管怎么讲，士兵们呢大多就是愿意跟李广打仗，不愿意跟着程不识。《资治通鉴》的这段内容出处是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。司马迁当初为李广写传记，字里行间都有火一般的热情在洋溢，而且行文的褒贬特别巧妙。就拿这一段来说吧，首先描写李广和程不识不但齐名，而且战绩、资历、职位都很相当，而同样的结果，李广是轻松实现的，程不识呢却费了吃奶的力气，搞得手底下人人叫苦。事情被司马迁这样一写，两位将军虽然方方面面似乎都可以被等量齐观，但高下立现。好比一个是天才学霸，玩着玩着就考了第1名，一个是并列第1的同学，但天天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，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狗肚鸡舌镜，佝偻着背，在学校里没混出一点人缘，还败光了家里的钱。然后司马迁请程不识亲口评价两个人的优劣，这可比任何人的评价都有说服力。程不识的发言似乎言之成理，而就在读者刚刚要被说服的时候，司马迁补了一句，其实就是在反驳程不识，说人家李广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遭遇匈奴的突袭，并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人家威名远扬，匈奴人不敢来招惹。司马迁为李广写传记，极力突出李广的天才，然而到了司马光这里，既然要强调历史的资质意义，就很有必要来警醒一下读者了。千万不要因为李广太闪光就去效法他的打法，要知道天才是学不出来的，普通人学起天才的打法只会适得其反。所以司马光在这里给出了一段真光约，认为行军打仗纪律性高于一切。程不识即便是庸才，但效法程不识的人，即便打不出胜仗，至少不至于溃败；而效法李广的人，绝大多数都只会落得自取灭亡的下场。回到元光元年，李广和程不识完成外派任务的同时，武帝大赦天下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只有夏4月赦天下这短短6个字，奇怪了，怎么无缘无故就发布赦令了呢？读者当然看不懂，前因后果还要到《汉书·武帝纪》去找。这一次不但发布了赦令，还给全国百姓家里凡是长子的都赐爵1级。而之所以要给这些政策，是因为七国之乱导致很多宗室人员被取消了宗室资格，也就是说皇帝不再拿他们当亲戚看了。这当然不怪皇帝狠心，谁让他们跟着吴王刘濞造反呢？如今时过境迁，武帝开恩了，先前被取消了宗室资格的人可以恢复资格。历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啊！恢复宗室资格就意味着很多人重新获得了继承权。武帝把这个事情与民同乐，这才会有百姓家的长子被赐爵1级的好事。取消宗室资格，这叫爵属，在族谱上登记自己的名字，这叫属籍。血统虽然是先天生成的，怎么都改变不了的，但是认不认这个血统，这就事在人为了。当初商鞅变法规定说，就算血统上是根正苗红的宗室，但只要拿不出军功，就不让属籍。这项规定如果严格执行的话，那么纯粹的血统贵族就不复存在了。汉朝当然不搞这种政策，早在文帝前4年，《汉书·文帝纪》有记载说，父诸刘有属籍，家无所与。这是原文，意思是说对刘姓皇族有属籍的家庭免除赋税徭役。这话呢还可以读出2层意思。一是皇族当中也有很远的远亲，大约就是无官无爵的普通家庭，因为如果官高爵浅的话，免除赋税徭役这种事就是不言而喻的了，用不着刻意给政策。二，既然特意谈到诸刘有属籍的家庭，自然呢也存在诸刘无属籍的家庭。无论因为什么缘故，这些人家虽然在血缘上和刘邦扯得上关系，名字并不被列入皇族家谱，皇帝呢并不把他们当成亲戚看待。这些不在家谱里的亲戚，可能是血缘太远出了五服务，也可能是犯了罪或者行为不检被家谱除名了。
像七国之乱这种牵动全国的大事件，不知道有多少刘氏宗亲受到牵连。当时姻亲也在皇族家谱之内，诸如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窦婴、田汾这样的外戚，汉武帝的姐夫平阳侯曹史。汉朝从高帝刘邦传到武帝刘彻，如果按辈分算，刚刚4代人，自然出了5福的皇亲应该并不太多，那些绝属的亲戚多半都是有污点的。等到武帝以后，皇位呢再传几代人，自然绝属的皇亲就会多起来了。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优点，只有嫡系才有继承权，其他的儿子再多，很快呢就会沦为平民百姓。接下来呢，用不了2代人的光景，就连赋税和徭役都不能免了。后来武帝大搞推恩令，诸侯国被越切越碎，好处呢是再也没有大国有实力抗衡中央了，但相应的坏处是特权阶层的人数暴增，严重损害国家的税基。所以武帝呢又找刁钻名目，成规模的剥夺这些亲戚们的头衔，让他们迅速沦为边虎齐民啊！该种田的种田，该服役的服役，该交税的交税，通通和特权绝缘。汉朝这种绝属制度在宋明2代特别呢被人表扬，这是因为宋明2代的宗室规模毫无节制，人口依几何基数增长，几代人积累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。就在司马光的时代，宋神宗刚刚即位就急于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朝廷大臣的意见竟然惊人的一致，争议仅仅在于改革的步伐是快还是慢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王安石自然是激进派，司马光也自然是渐进派。当然，元光元年的汉武帝还没有想到这一层，当时他正处在儒家观念上头的阶段，这才会给有绝属的亲戚们重新属籍的政策。5月，武帝下诏要各地举荐人宰，自己亲自主持策问。诏书全文，《汉书》呢有收录，已经完全是儒家那一套话术了。核心意思是，我要做尧舜之君，你们给方案吧。这次收获了哪些人才？《汉书武帝纪》提到了董仲舒和公孙弘，这显然和其他史料有矛盾。司马光很谨慎的不予采信。秋7月发生了一次日食，元光元年就这样结束了，同样结束了《资治通鉴》第17卷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